我们第二堂课要开始了。我们这堂课讲的是下背痛。我们在去年3月的时候，曾经上过肩颈痛。那我们那时候徐主任讲对我们觉得帮助很大，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预约了今天。徐主任在跟我们讲下背痛。下背痛其实，我想每个人都有碰到过，可是要怎么样去处理呢？而且现在很多新的这个治疗的方式跟以前实在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请徐主任来跟我们上一堂课，我们是最新的这种下背痛的治疗方式。那徐主任他是嘉义长安医院复健科的主任，也是台中仁爱医院复健科的主任。那徐主任他除了对病人非常的好，非常的用心治疗之外，他对这个民众的那个宣传，或者是说那种讲堂也开得非常多。我们可以在那个电脑上看到这个徐主任的那个复健讲堂，也是讲得非常的好。我想那个上面对他的徐主任的评论都是非常的赞誉有加，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请到徐主任，他远从台南来的，所以我们要给他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好，谢谢周董事长的介绍啊。那董事长那个李教授以及陈执行长还有我们今天的与会的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那今天呢我想非常的荣幸有机会再次到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关于这个背痛治疗的一些心得那这个课程可以说是我个人也期待相当久了本来我们是去年6月应该1年前在有跟各位预约要来讲这个课程那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有稍微的延宕了一些所以我想这个在今天的课程我会花一些时间大概100分钟的时间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对于这个背痛治疗的一些比较崭新的观念那同时也请各位呢可以的话到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去年有讲过后视颈痛的这个题目因为去年的这一个颈痛呢其实是今天这个下背痛的这个课程的先导课程好，那我想我们就很快的来进行今天的课程那各位手上其实都有讲义那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呢这个我也会请同仁帮我录影起来，我会再放在我们这个网站上各位有空也可以去复习一下。那当然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slide 的内容呢有稍微更动一点点不过95%都跟各位手上的这个讲义是一样的那请各位呢也可以多做一些这个笔记，如果有需要的话好，那我那个刚刚周董事长介绍过我的我想在座各位听过我的演讲请举手看看好不好我想还不少大概有稍微接近1半那我是许宏志医师那北医毕业之后在林口长庚医院完成我的训练，那之后到南京中药大学以及这个长庚大学完成我的硕士跟博士，那之后我到美国西雅图跟芝加哥去做了临床研究员。那我个人是复健老年医用超音波的这个专科医师，那另外我有这个儿童丹佛量表这个神经肌肉美国运动医学以及这个国际肌痛学会的这个资格。那个人呢现在是在嘉义长庚以及台中仁爱医院服务那我同时也负责这个嘉义县儿童发展中心，那我也有在这个国家运动训练中心服务那在长庚大学、南华大学、南科大有任教所以这些课程事实上是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课程里面去做一个浓缩做一个浓缩好，那这是我这几年来
一些相关的这个著作。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呢，很大一部分都是从我这几本的这些著作里面去摘取出来。那欢迎各位有空也可以参考一下。那当然我们讲过的一些东西，我会放在这个 YouTube 这个影片的广告上面。那各位欢迎有空也可以去看一下。那还有 FB 这些都有。那今天呢我们来之前，我相信去年听过我们课的这个同仁应该都看过这张 slide。那有一个人是这样说，他早上起来肚子饿，他吃一个包子，2个包子也不会饱，他吃这个神经饺3个、4个、5个、6个，他吃到第6个终于饱了。他是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是说早知道我吃到第6个才饱，那我前面5个我不要吃了。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本来是10大问题一次解答。那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各位都是药学的专业人士，所以有一些这个饮食营养的部分，我就把它这个省略。那把它集中在最重要的6个问题。就是像今天这个6个包子一样。希望各位在12点之后能够对于下背痛有一个清楚的这个认知。好，那为什么会做这个呢？在我的医疗职业生涯当中，有很多的机会来去接触到很多这种急性的或者是慢性的背痛的这个问题。举凡在这个921我们在公视的医疗赈灾团到那边去主任，我们一下子要处理大概200个到300个急性或慢性的这种疼痛的这个病患。或者是呢我们在运动团队里面有一些选手还有急性慢性的这一个背痛的问题。这是在4大运。所以今天刚才在跟这个林教授还有周董事长讲，我们今年换到这个场地也相当不错。我们去年是在这个仁爱医院。那今年仁爱医院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它暂时就没有开放。那我们以前的一些同事，我也很想去看他们。不过可能要过一阵子了。那另外呢我们对于这个国内外的这些选手，包括像约旦的这个跆拳道队，之前有帮他们治疗过。那他们也是选手的这些背痛的这个问题。那在刚刚说过我的专业的职业生涯当中，我们有一些机会长期接触一些这些精英的运动选手，就是我们的国手，那甚至就是奥运金牌等级的这些选手。那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因为背痛的原因所苦。那这个他们的原因可能又更复杂，我们就必须去抽丝剥茧。那包括在平常的训练或者是竞赛场中发生这样子的问题，我们怎么去处理。那还有就是一些这个投掷棒垒类的，还有就是像网球、桌球拍类的、挥拍类的挥拍类的，像羽球以及这种这个田径类的选手等等，我们大概都有看过。那其实这些议题呢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媒体也都很关心。所以在这一类的这些题目里面我们也都接受过很多的这个专访以及演讲。那这个各位有兴趣也可以再看一下。那最近这几年比较这个流行的这个话题就是睡眠。我相信刚刚这个振兴这个李主任李主任是这个久仰大名了。那他对于这个睡眠对于这个耳鸣都是很有名的专家。那其实在复健科我们的脊椎的这个保健对于睡眠也有一定的角色。那这个是这个前瞻趋势论坛里面我们有一个专题也是专门讲脊椎。那另外对岸其实他们最近也开始着重一些健康的议题。那当然包括我们这些背痛像我们在19年的时候就有在这个像天津或者是北京或者是澳门或者是厦门等等它其实都有针对这些议题来去邀请来做演讲。那不过疫情的关系，因为我们这几年可能就没有办法过去。那再来就是运动运动选手我们也会讲到这方面的这个。那我们甚至把这个背痛
作为一个像开药一样的处方，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运动处方，下背痛的运动处方，运动选手的下背痛处方等等那还有就是我们做的一些尖端研究我们定期今年也有在这个长庚运动医学的研讨会，也欢迎各位届时来参加，是在今年的11月6号11月6号那当然这个非常开心的在这个去年的3月也受到这个林教授的基金会邀请我们来跟各位分享过这一个颈痛的这个影片那欢迎各位也可以再复习一下看一下，就对今天的议题会更清楚好，关于背痛关于背痛这个在国外他们都会讲说什么这个是一个小美人鱼的主题曲如果各位有带小朋友应该常常听到这首歌 I don't know when, I don't know how, but I know something starting right now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怎么发生的，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事情正在进行这是小美人鱼看到男主角感动爱情萌芽的那个感觉这个呢其实跟我们的背痛很像很像，背痛的发生它往往是没有预兆，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进入日常人的生活，让一切变得不一样，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它又消失了又消失无踪，急性的时候让人家没有办法冷静思考，整个心思都在这里都在这里，一旦消失以后呢好的背疼忘了你们了忘记这个问题那再来的时候呢还是一样会慢慢寻求外力所以什么时候要讨论要了解这个背痛的问题其实平常就要了解了那各位可能说徐医师这个小美人鱼我很久以前看不懂，那我们来一个台湾版的台湾版这首歌大家一定有听过爱情亲情一阵风对不对来无影去无踪给我笑容给我悲伤给我怨叹在心中有没有这个旋律大家一定很熟悉跟我们的背痛其实很像好像一阵风说来就来，但是呢说走就不见没来的时候还是一样的笑容来的时候哇让我们很悲伤，还有怎么样心中很怨叹为什么别人可以活动，别人可以做这些，我连最基本的下场我都很痛苦那其实呢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好，那如果背痛发生了，背好痛怎么办？我请教大家一下，来这个请问大家的意见，你如果发生背痛的时候，请问你会做什么事情？吃药。吃药对，大家是药学专业的领域，一定吃药对不对还有呢？热敷。针灸。还有什么？针灸。针灸睡觉。睡觉睡觉对了，睡觉不管它对不对还有没有？伸展。伸展哪里哪？还有没有？按摩还有什么？找复健科医师。找复健科医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吃药、擦药、贴布、保养品对不对还有什么？找医生、看医生，我常常找医生跟看医生有什么不一样？找医生是什么？我这个背痛不知道要看哪一科，你赶快上网 FB 传一下徐医师的讯息，请问你我现在在背痛发生这个我在台北哪个地方，请问我要看谁？这要找医生对不对？那刚刚有同仁说你要看医生这个很痛，给我们在仁爱医院赶快挂号，看哪一科复健科、骨科、神经外科对不对？家医科看医生，还有什么？做复健、物理治疗热敷、拉压、电疗对不对还有什么？刚刚同仁也有讲过，整骨、推拿整骨推拿，还有呢？以上皆是以上全做刚刚还有同仁讲到什么？什么都不做就睡觉就睡觉。那除了这6种方法以外，还没有其他的方法？还没有其他的方法？第7种选择第7种，什么是第7种选择
等一下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东西跟六都很有关系，好，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跟各位介绍，什么是第几种学程，好，那大家对于关于这个背痛，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我这个背痛呢，痛得要命，痛得要命，非常不舒服，痛的呢不能弯腰，痛的呢吃不下饭，痛的呢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刚刚讲的6个方法都没有效，这时候怎么办？开刀嘛，对不对？开刀。那大家讲到开刀，那开刀前面都会做什么 ？X 光、电脑断层、核磁共振，通常的流程是这样的，你痛了，然后到医院找医生看医生，看医生以后他给你照 X 光，做电脑断层、核磁共振，做完之后就说你这里有椎间盘突出，你这里有长骨刺，所以你要开刀，是不是？好，大家点头了，那所以请问在各位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大家拿起那个你的讲义，请问我今天问各位了，请问各位这几台，这19台汽车，请问哪一台好？请问哪一台比较好？你要做什么用？对啊，你要做什么啊？如果是给小朋友玩，当然是挑一台漂亮的就可以了。但是今天这一台，如果你是要买回家，要开上路，要载家人，要安全的上下班的时候，是不是需要考虑的就更多？是不是？就不是说，今天看这个，这个是红色好，我喜欢，或者是这个红色的，昂睡欧大单，对不对？这个黑色的，这个我挑这个我就买下来，我就拿它当做我的交通工具。你会怎么做？你一定会想说，我进去车子里面坐坐看，适不适合嘛？还有什么？我进去车子里面看看它的操控性怎么样？我去什么？了解一下它的安全系数怎么样？最重要是什么？有人买车看图就买了没有嘛？我们大部分都会怎么做？试驾，开看顺不顺嘛，对不对？开看套不套油？如果开上去马上道路上就爆抛锚，你会不会考虑这个车？不会嘛，妥善率不好，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背痛的迷思。所以今天如果你看了 X 光片，看了电脑断层，看了核磁共振之后，你发现这个地方有骨刺，那个地方有什么问题？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可以作为你的一个要不要开刀的唯一的指标呢？事实上是不行的。所以我常常跟我们的患者讲到这个观念，你看了片子，看了照片就进行一件事情，那基本上就是跟今天这张slide一样，选择我们看目录就决定，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要请大家有这样的观念呢？好，那刚刚也有同仁讲到背痛的这个迷思，痛得要命，不管它会不会自己好，会不会自己好？会不会自己好？我常讲跟2句话很有关系。你常常听到这句话，看有做有效，没做没效，或者是有看有效，没看没效，或者是有吃有效，没吃没效。基本上这个是什么？我们台湾话一句话叫“会好袂断根”嘛，会好不会断根，为什么？这里给各位看一张这个图。今天如果我们在做家事，在做木工，或者是大家开关门的时候，假设你的手放在这里，我今天要敲一个钉子，敲到手了，很痛，肿起来，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不要再继续敲了。但是他如果手已经很重的时候，你一直继续敲它，会发生什么事？越来越肿，越来越痛，到最后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不去敲手的时候，这个手肿痛，去碰到任何东西都会痛，摸桌子会痛，拿麦克风会痛，甚至什么手插到口袋，痛得要命，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这一个背痛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
你这个地方如果说它是假设这个是你产生背痛的这个组织，可能是神经，可能是肌肉，可能是等一下我们讲的软组织，你所要做的是什么？让它受伤的这个动作，你要把它停下来，对不对？好，你要把它停下来。然后呢，或者是像我们关门，今天这个门，然后出去要关门的时候，手指头被门夹到，大家有这个经验吗？夹到这个好痛，好肿，好痛。所以你下面一动是做什么？是冰敷，是热敷，是吃药，是打针，是做复健吗？都不是嘛。门夹到手指头，应该要做的动作是什么？赶快把门打开嘛，赶快把门打开，不要再夹到，不要再夹到，这个东西。所以背痛的迷思，痛会不会好？其实一个字，一个关键句子很重要，叫什么？诸恶莫作嘛。诸恶莫作就是什么？你会去继续打到它的，你会去夹到它的这些东西，你要把它给它摒除掉。诸恶莫作，就是什么？摒除掉致痛的因子，产生疼痛的因子。然后呢，不会痛的，比如说你手已经被铁锤敲过10次了，很肿很痛，那这个动作，你做什么动作不会痛？你不能说，这里很肿很痛，我给它折一下，越折越痛，越痛越好，你会这样做吗？不会嘛？我会怎么样？我轻轻的去做一些事情，它不会痛的，我去做做看，不痛的，我继续做，不痛的继续做，叫什么？这个观念我们叫诸善奉行啊。所以背痛治疗的观念其实就8个字，很简单：诸恶莫作，诸善奉行。换成我们专业的话来讲，就是什么？摒除、排除掉致痛的因子，然后呢，从不痛的范围下去做，从不痛的动作做成1个动作、2个动作、3个动作，变成一个不痛的模式。我在这几个动作，在这几个模式里面，我都不会痛。然后呢，最后变成你的无痛的习惯。这个就是我们要给各位的观念，从无痛的一个动作变成一个无痛的模式，然后变成你的无痛的生活。所以我们的背痛的迷思在这里有一些观念。所以在这里就跟各位讲到2个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刚刚请问各位的，你背痛发生，你会做什么事情？不外乎是我们刚刚讲的那6样。那6样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常常就是什么？有做有效，没做没效。或者什么北克北等兵这些东西呢，它是放在哪一个范围？算在这个范围，我都把它称之为被动治疗。比如说热敷、牵引、拉腰、伸展这些东西都是被动治疗。那我们要好，大家要不要被动？要怎么样？要主动治疗。主动治疗，等一下我们就会跟各位讲，我们在无痛的动作、无痛的模式、无痛的生活形态，这个才是主动治疗。那有的同学马上讲义合起来说，徐医师你这样讲那就不用讲了，你今天讲的课都是被动治疗。我们还是要讲被动治疗，为什么？因为你在疼痛的时候，被动治疗是提供一个无痛的环境，跟提供一个无痛的这个时间。在这无痛的环境跟这个无痛的时间里面，你可以去进行主动治疗，来治疗我们自己的背痛，让大家了解吗？所以被动治疗有它的角色，有它的重要性，但是要预防它不要发生，要让它能够持续的不被痛，要让它能够保持健康，我们就必须要有主动的治疗。主动的治疗。所以被动跟主动的治疗观念就在这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这个6个题目了。来讲各位的这个讲义上面也都有我们可以照着这个顺序来去看一下。就是背痛、腰痛、坐骨神经痛，这个都是一样的吗？在开始讲这个题目之前，我先各位报告一个事实就是慢性的下背痛。慢性的下背痛呢，是美国
45岁以下最常见的失能原因。在这里面呢，有1%的人会造成完全的残疾，好，它是第二常见榜一的疾病，第一常见叫做上呼吸道感染，也就是感冒，第二常见就是下背痛，好，那它也是第三常见的开刀的原因，好，那还有就是有3%到4%会造成暂时性的失能，好，那也有是第5常见的这个住院原因，好，那再来第7点，就刚刚跟各位报告过。这个临床的症状跟我们放射学的变化相关性很小，好，或者是不存在，好，这个背痛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好，就像我们人，今天看到每一位同事，我说啊，好久不见了，你脸上多了一些皱纹，你头上多了一些白发，那我会问他说，你这个是今天发生的吗？不是嘛？这个可能是前几个月、前几年，或者是前10几年发生的皱纹发生的白发，好，那你会因为白头发，因为皱纹，我就是怎么样去开刀吗？不会嘛，好，所以我们常常会问说，这个放射学的变化，它是什么？一个历史的痕迹，一个历史的记录，好，那在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才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好，才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讲一下急性下背痛的事实，好，急性下背痛，里面我们的背痛、髋痛、臀痛、坐骨神经痛，其实它是大有不同，等一下我跟各位讲。好，大家常常会有一个迷思，我这个背痛痛得要命，非常非常痛，这个就是急性下背痛啊，其实不是啦，急性大家讲是急诊，急诊就是很急的诊，不是，常常大家知道急诊是什么？会等很久啊。我想要住急诊，你叫我很急才来，不是，急的意思是什么？是 acute，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这个背痛是这样，所谓的急是什么？4周内发生的，这个叫做急性。那什么叫做亚急性？就是4到12周，慢性是12周，所以我们所谓的急性下背痛，它是4周内发生的这个背痛，我们才称之为急性下背痛。那它是不是非常痛？不见得，不见得。等一下我们就会跟各位讲，在慢性下背痛跟急性下背痛里面呢，慢性下背痛反而是比较痛的，比较痛。等一下我会讲疼痛指数，需要的时间治疗通常是6周。90%1个月会改善，我们常常也跟我们的住院医师讲，你看这个背痛的病人，你如果想要帮他，你就说你下个礼拜再来。但是你如果不会看，你跟他说你1个月以后再来，他通常背痛就会好，为什么？因为90%的是这样子的，临床的这个路径，然后再来这3个原因，这个3个因子，会加重我们的急性下背痛，哪3个？抽烟、抑郁跟震动，震动会加重，所以今天我从南部上来，坐高铁，有的时候呢，怎么样？来的时候下车背很痛，背很痛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坐姿，但是有的因为什么？因为震动的关系，所以震动会加重我们的急性下背痛，然后再来这个 CRP 很重要，这个最近疫情的关系，我想大家有一个字一定听到，不要听的叫什么 PCR， 对不对？我们之前的这个亚东的院长邱院长也出来讲，不要为了别人自己的 PCR 而影响别人的 CPR， 对不对？急诊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我今天也跟各位在强调，这个 CRP 很重要。什么叫 CRP？CRP 叫 constructive resting pose，像刚刚有同仁在说，我背痛，我睡觉就好，睡觉也有诀窍，我跟各位讲一下，什么睡觉？用建设性的休息姿态的睡觉，对你的背痛有帮忙。是什么？是 CRP， 等一下我们会介绍，所以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亚东医院的这个邱院长讲到，关心自己 PCR， 不要伤害别人 CPR， 相信大家听到这个字。最近疫情严重，各位也不会想要为了急性或慢性的背痛跑到急诊去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 CRP，constructive resting pose， 等一下我们跟各位介绍。好，那我们国外的资料看完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
这个是2020年的这个全民健保前20大的这个费用，那我给各位highlight起来，这个是背痛相关的，背痛相关的话，它是在第4波，跟国外的第2波并没有差很多，而且呢，它的占率是多少？1/80，也就是说，在2020年疫情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们的健保，健保的话，在2020年的话，它大概是7800个亿，7800个亿。那在这7800亿里面呢，它有1/80的钱是用来治疗下背痛跟下背痛相关的疾患。那另外呢，它是第4波，第4波是多少？2447，大概244万，244万，244万什么概念？244万大家除以365除以365，大概是多少？一天大概有6600到6700左右的人有下背痛，所以以台湾中华民国台湾来讲，每一天发生下背痛的人大概就有6000多，接近7000人，因为下背痛的这个原因去使用到健保资源，所以这个在台湾也是一个很大需要我们注意的议题的，好，那接下来讲到这个东西，大家常常听到坐骨神经痛，整个神经痛实际上腰痛、脊背痛是什么？椎间盘也是骨刺爬到坐骨神经，有这种情形，请打免费电话，0八0，对不对？大家常听到这个广告，那是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坐骨神经，它是椎间盘突出，或者是骨刺去压到，是真的是这样的。我们等一下来讲讲。好，接下来这个图，我们上一次上过课的同学应该有看过急性跟慢性疼痛。那我来跟各位讲一下，急性慢性疼痛，这我们上次讲过，从第1名到第6名，分别是截肢、淤青、骨折、割裂伤、扭伤。好，请问各位有看到背痛吗？没有，这个是我们所谓的疼痛指数，从最高来到低的前6名里面的急性疼痛里面，疼痛指数从高来到低没有